大家好，我老田。今天咱们来聊一下葱的育苗。有些朋友不知道怎么从种子开始种葱，特别是不清楚那些又长又粗又白的大葱是怎么种出来的。别着急，跟我一起先用种子把小葱苗种出来，将来移栽到户外，小葱和大葱就慢慢都会有了。不想室内育苗的话，等天气暖和了，也可以在户外地里散播育苗，过程是类似的。有些朋友可能还会有疑问，我从超市买来的带葱根的葱，剪下葱根来种，不是更快吗？干嘛费那劲儿从种子种呢？从葱根种葱当然可以，也更快，不过那口味和香气比种子种出来的葱可是差远了。对于北方喜欢大葱蘸酱或者是煎饼卷大葱的朋友来说，葱根再长出来的葱那就根本没法吃，品质和口味差距太大了。对于喜欢北京烤鸭和京酱肉丝的朋友来说，新鲜的大葱葱丝也是必不可少的。葱根种出来的很难上得了这些台面的。好，话不多说，咱们今天种2个品种的葱，农家小葱和章丘大葱，分别满足将来吃小葱和大葱的需求。咱们从中间给画一条线。左边种农家小葱，在准备好的育苗土上均匀地撒上葱的种子。接着咱们在右边种上章丘大葱。种葱苗的时候可以多撒一些种子，但是不需要像芽苗菜那样种那么密。葱在小苗的时候就是直直的一颗，占不了多大的空间，非常的细小。葱的种子撒好之后，咱们在上边再盖上一层椰糠。种子表面盖椰糠或者是盖育苗土都是可以的，不用太厚，我们盖上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。盖好椰糠之后，我们轻轻地压一压，给它压实。接着我们从底部给浇上大概2量杯的水。同时表面也喷上一些水，让表层土壤保持湿润。接着我们在标签上写上名称和日期，只要插在大葱的这一面就可以了，另一面我们知道种的是小葱。最后再找个育苗托盘给它遮盖一下，保持湿润就可以了。这样就可以了，小葱的室内育苗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顺便给大家看一看我1月份培育的韭葱，也就是Leek的苗，已经长得是郁郁葱葱的了。它的育苗种植和管理和我们的普通的葱是一样的，普通的葱也可以用这种育苗盘来育苗，甚至随便找个蔬菜或者是豆腐盒子都可以，将来长出来小苗的模样也是一样的。葱喜欢阳光，同时也比较耐阴，放在室内窗边能够照到阳光的地方就行。有条件的话，给它用育苗灯提供充足的光照，生长会更加健康和快速。现在是2周左右的出苗情况，在这个过程中要适当喷水，让土壤保持渐干渐湿的状态。这些葱在第10天的时候开始发芽，发芽后我就给它移到了育苗灯旁边借一点光。室内育的苗太多了，这类相对耐阴的菜就只能享受到借光的待遇了。章丘大葱的出苗情况还可以，农家小葱种子的出苗率太低了。我前些天又补撒了一些种子，过些日子应该有更多的苗会发出来。有时候买到发芽率低的种子也是没有什么办法，只能多撒些种子来补救。个人种植的话倒是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商业种植的话就要特别小心种子的来源了。这个时候也差不多该给葱苗从底部浇水，并结合施一些有机肥了。普通的111的育苗肥，还有203的芽苗菜的有机叶肥都可以用于葱苗。我实际的测试区别不大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2个月过去了，这些葱苗已经长得足够强壮了。章丘大葱比农家小葱生长得要旺盛了不少。再来看看这些根系，对于葱来说也已经足够发达了。咱们分出一棵苗来，已经完全可以移栽了。移栽的过程也是非常的简单，挖坑、施氮肥、深埋，浇上水就可以了。另外，看看大棚里边，我在去年12月份撒下的葱种子，
现在的葱苗已经很大了，而且长势和个头明显比育苗盆培育的葱苗强多了。其实这种在户外大棚或者保护地撒种子培育葱苗的方式，优势还是很明显的。不仅长得好，而且管理起来还非常的简单。强烈建议不喜欢室内育苗的朋友们选用这种方式培育葱苗。如果你没有提前在室内培育葱苗，也没有大棚能够让你提前早早的散播下葱的种子，那么也不用担心4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正是适合在户外播种葱的时候。我们撒上底肥以后，搂上浅浅的沟，调播或者散播种植上自己喜欢的葱种子就可以了。我这次播种的是小香葱，最后覆盖上薄薄的一层土就可以了。播种之后要注意经常的小水勤浇，保持土壤的湿润，这样的话很快就能长出葱苗了。我这边还有一些去年种下的葱，这些葱跨了一个冬天，现在都开始开花结种子了。看看这个花穗，现在已经种的垂下来了。这边还有这种含苞待放的。这样种葱不仅能够做到1年4季都有葱吃，还能收获自己的葱种子，然后再用自己收获的葱种子继续种葱，真正的做到自给自足。最后来总结一下这期视频分享的3种用种子播种葱的方法。第一种方法是用育苗盆室内育苗，这种方法大约2个月就可以长出强壮的葱苗了。第二种方法是在深冬或者是早春，在大棚或者是保护地里边直接散播种子来育苗，这种方式省心省力，可以培育出非常好的葱苗。第3种方式就是在春天暖和了，在地里边直接散播种子，这种方式就和早春播种其他的小青菜没有什么区别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儿，感谢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